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上一集我们大致上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细胞，还有微生物群体啦。它就好像一个生态城市这样，各司其职，然后每天大家各就各位的。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其实又好像很有关系啦。当然，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的直觉去控制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吧。再加上我们也不可能直接下达命令告诉细菌今天你应该做些什么事，这样就延伸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谁是我咯，或者更贴切的说，我是什么，什么是我，我们的意念到底从何而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这我最主要的3个单元，就是我们的大脑、大肠还有我们的心智。人类的大脑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很多时候在你意识到之前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先启动了。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都表明说，人类在意识到自己做决定之前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已经有那个讯号了。也就是说，大脑可能比我们更早一步的知道我们想怎么样吧。早在1980年代呢，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人们在抬起手指之前，大脑就已经可以 detect 到了啦。所以那个意识呢，是比你的念头还要早几毫秒。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用这个 fMRI 发现了我们更深层的大脑的区域早在7秒之前就可以预测到受试者他们的决定要按哪一个按钮咯。虽然只是有68%的准确率啦，可是这个已经是在7秒之前我就可以预判到你会按哪一个按钮哦。更近期的研究2019年呢，他们这个预测的窗口已经可以达到11秒，所以再次的证明呢，我们的大脑的意识呢，处理的过程呢，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提前。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有意识的自由决定，可能其实呢是一连串的无意识的大脑在处理了很多的资讯过后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大脑的潜意识那个系统已经把事情的决定这些资料都准备好了，我们的意识到最后呢才收到通知应该要怎么样。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自由意识并不存在的我们还是可以有意识的去否决它，就是一种 veto 阻止它。就好像你上楼梯的时候，你习惯性每次都是跨左脚，那么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决定说，这一次我要跨右脚。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意识去强制的否决你的潜意识的一个动作咯。所以我们叫它做自由的否决。在神经科里面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一种 predictive 的 processing， 要不断的去预测这个世界，提前就要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率的就跟得上这个现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单纯的被动的这个反应外界的刺激而已。我们的大脑其实每时每刻呢都在接收和处理大量的讯息包括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感官现在的这种感觉，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然后还有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未来的一种判断。大脑把这些资讯整合了过后才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做判断就是我现在要不要吃这一块蛋糕还是我现在驾着车的话，我是不是要放慢的速度，要转弯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很吃脑力的。所以呢，为了提高它的效能，而且其他不重要的杂乱的资讯呢，我们的大脑就会过滤掉了。那第二部分呢，我要讲的就是大肠了。很多人会说大肠是我们的第二个脑，其实呢，大肠比较像是我们的回报系统吧，在我们的情绪专注这些冲动和直觉感上是发挥很重要的角色。在神经科里面呢，我们的肠道跟大脑呢其实是有一条
连接的，叫做 gut brain axis， 他们有自己的沟通管道，每天24个小时他们都互相的传达讯息。像这个肠道里的微生物，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它会产生很多的小分子，所以呢，它就会通过这个迷走神经呢，就一路把这个讯号送去给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大脑就是这个肠胃里的状态是怎样咯，包括我饿了啊，还是我吃的还很饱啊，还是现在的我感觉到压力很大啊，或者是某些东西好像不对劲啊，都是我们的肠道里的这些微生物发出的这些小分子的一些讯息来的。它们并不是帮你做决定，而是它会影响你，就是你的情绪啊，你的注意力啊，或者是对事情反应的一种速度。就好像你的大脑有一个秤在那边，所以它会加或者是减，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就感觉到怪怪的，就是那种感觉是来自于你的gut feeling。所以更精准的来说呢，就是你的肠道的那个状态啊，就会影响你的脑的那个评估机制。当你睡得好，你的肠胃很顺畅，饮食很干净，这样你的念头就比较稳定，比较清晰，然后你的思路很冷静啊，可以做理性的思考跟选择咯。这样相反的，如果你熬夜啊、爆糖啊、吃太多糖啊、压力啊、肠胃不顺啊，尤其是便秘，这样你的心情就很不好咯。那么你的大脑的这个评分器呢，就会跑偏了，你就会心情不好嘛，你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啊之类的。所以我们的肠道作为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并不是因为它会思考，而是它一直会发出一些很重要的信号给我们的大脑，这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的那种民主制度的一种下议院吧，就是那些微生物每天都在吵提案啊，我肚子饿了，我要这个啊，我要那个啊，可是那个大脑呢就好像上议院就 stop 这些东西，这些信号看这些信号的强度来判断这是不是重要的信息啊，需不需要采取行动，需不需要采纳。所以肠道就负责去发表意见，这样我们的大脑就负责做最后的决定。只是有时候啦，这个下议院真的很吵，这样大脑也不得不去采取行动。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最重要，就是心智，就是你感觉是你的那一部分吧。我们在脑里会跟自己讲话的那个我，就是心智了。所以心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器官，它的存在是好像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来的。你是你的大脑啦，你的身体啦，也是你的环境互相交织的一个状况，包括大脑的预测跟判断啦，然后你的身体状态，包括肠道的讯息啊，你的睡眠状态啊，然后外界给你的刺激就包括声音啊、味道啊，还有你的过去的记忆啦、想象力啦，还有你的习惯啦、人际关系、价值观，还有文化背景，这一些东西都是在影响你个人的这个心智的状态吧。有些人会比喻把人体作为一辆车，然后你的心智就是那个司机，可是其实它更像是全套的那种驾驶系统。司机当然能够做决定，但是路况也会逼你做出反应，天气啊，还有你的导航也是，所以你的心智也就是如此，它能够决定，可是也是有被动的去决定。就是为什么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比较顺眼啊，世界也比较漂亮啊，比较美好。但是你压力大的时候，所有东西都看起来讨厌死了，什么都来跟我作对这样子。所以心智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件，它是一个组合状态来的。那么了解这一些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去调节它。心智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也可以去重塑的。当你开始 mindful 的去觉察到这一些东西，然后去做选择、去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重新编写自己的这个系统的设置吧。所以心智并不是固定的，它是随着我们的大脑的反应、身体还有外界的这一些环境的融合，然后不停的重组跟塑造，然后形成当下的这个你我咯。这一集讲脑啊，讲大肠啊，讲心智啊，是有一点点复杂啦。可是总结来说，
我们与其去探讨说我是谁，不如说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吧。我们常会讲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其实未必啦。就是一路走来，我们的细胞也一直在更新。上一集我有说过，这些细菌也一直在更替，所以呢，你的大脑其实那个连接也是一直在改写的。所以或许呢，我并不是一个名词而已，而是一个持续在改变的一个动词。每一次的情绪，每一次的选择，还有每一次的念头，就像是在给自己这个系统编写一个记录点而已。所以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我呢？就是当你能够去mindful的去觉察，去选择，去反应，这样你其实就在慢慢的在调节着你自己的人生的轨迹吧，一点一点的把自己更新到你更想要的一个版本，这大概就是最贴近自由的样子了。好了，谢谢大家，拜拜。